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站在扶梯上不动，心里有点不对劲，好像应该往右边靠一靠，把左边让出来。没有人教过你，没有人要求你，但你就是知道应该这样做。这就是左行右立。右边站人，左边留给赶时间走路的人。多年来，大家都觉得这是对的，是有礼貌的，是一个好习惯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播客，我是 Coach 天。但最近，中国很多城市说不要再这样做了。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成都，很多地方的地铁都改变了态度。扶梯上不要走路，不要跑，站好就行。这让很多人很困惑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习惯，现在告诉我是错的。今天我们不只是聊扶梯，我们聊的是一个大家都以为对的事情，有一天被说是错的。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想？左行右立这个习惯不是中国发明的，最早它来自英国伦敦。1944年，伦敦地铁开始这样做，后来很多国家也学了，日本、新加坡、中国等等，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。赶时间着急的人可以走左边，不着急的人站右边，两边都方便。在中国，这个习惯慢慢形成了一件有素质的事情。你这样做，说明你懂礼貌、懂规则，是一个好市民。但是有一件事很少人知道，伦敦后来自己不用这个规定了。2016年，伦敦地铁做了一个试验，他们让大家左边、右边都可以站，不需要空出左边给走路的人。结果让人很吃惊，扶梯反而可以运更多的人，也就是效率提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很多人不愿意站左边，觉得左边是走路的地方，所以扶梯经常只有右边有人，左边是空的。当两边都站人，每部扶梯每分钟可以多运将近40%的乘客。两边都站，比左走右立效率更高，运的人更多。这件事说明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我们以为左行右立是一个好办法，是国际标准，就是全世界都在这样做的规则。但是这个习惯开始的城市伦敦已经悄悄改变了，只是大家不知道。我们还在用一个伦敦自己都不用了的规则。好，道理我们都听懂了，但是心里还有一个问题：如果我真着急赶时间，扶梯上不能走，那我只能站着等吗？其实专家的建议很简单，走旁边的楼梯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很多地铁站扶梯旁边都有普通的楼梯，那个楼梯
就是给着急的人用的，而且走楼梯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快。为什么？因为普通楼梯的台阶高15厘米，走起来很自然，很舒服。但是扶梯的台阶高21厘米，比普通楼梯高很多。扶梯本来就不是为了走路设计的，所以走起来很吃力，每一步都要抬很高的腿，加上扶梯一直在动，速度不慢，走路很容易站不稳，很容易摔倒。所以如果你赶时间，走旁边的楼梯反而更快，也更安全。还有一个数字让人吃惊，上海地铁90%以上的乘客受伤都发生在扶梯上，不是楼梯，是扶梯。很多人以为扶梯更安全，结果正好相反。那为什么改变这么难？记者去上海地铁站看了一下，上班时间大家都很忙，人很多，扶梯上大家都站着，没有人走。但是人少不忙的时候，很多人还是自动空出左边。没有人要求他们，但是身体已经记住了这个习惯。这个感觉在心里住了很多年，不是听一次新闻就能改变的。北京最近想了一个办法，在扶梯上贴小脚印，左边右边都有，告诉你两边都可以站，不说话，用脚印提醒你。这个办法很聪明，因为它直接改变你看到的东西，而不是告诉你要怎么做。这件事让我想到一个更大的问题：左行右立这个习惯是怎么变成对的事情？开始的时候，地铁站贴出来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文明、有礼貌的。慢慢的，大家都接受了，都开始这样做。时间长了，这个习惯变成了一种感觉，不这样做反而觉得自己不对。这种情况在生活里很常见。我们很多时候做一件事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过，觉得这样是对的，而是因为周围的人都这样做，所以我们也跟着做。这叫从众，就是跟着大家走的意思。从众不一定是坏事，很多时候大家都这样做，说明这件事可能真的是对的。但是有时候大家一起做的事情其实是错的，只是因为人人都在做，所以没有人停下来问这件事真的对吗？左行右立就是这样，它从伦敦传到全世界，变成了大家都在做的事情，所以没有人去想这件事还对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所以今天这集播客，我想留一个小问题，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习惯？你一直在做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。
停下来想一想，也许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。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一个习惯从伦敦开始，传到全世界，传到中国，变成了对的事情。很多年过去了，大家一直这样做，但是这个习惯开始的城市已经改变了，而我们很多人却不知道。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你一直在做，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？也许是对的，也许不是。但是偶尔停下来想一想，这件事真的对吗？这个习惯我真的需要吗？也许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。如果你想把今天的词真正记住，我在 Patreon 上为每一集准备了互动的文稿、生词卡片，还有2个全新的故事，让你再用一次这些词。前7天免费，链接在 description 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